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。今天要带你们看一个美到堪比家居杂志的家。屋主陆问呢，他家的颜色超级美，每一帧都是一幅画。嗨，哎 ，Hello。我是陆问，一名平面设计师兼摄影师。这是我家，在一个小城市。这个房子140平，坐北朝南，3.15层高。虽然是1楼，但它采光特别好。欢迎卡卡来我家！哇，网友面基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因为这面墙关注到你的。那我带你逛一下吧。好呀。这边是一个客厅，然后这边其实是一个阳台，然后我把那个阳台包进来了。可以拉开窗帘看一下。哇，所以你家的窗外的窗景也很好。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别墅。是的，然后而且我们1楼的话，它层高特别高，它有3.15米。然后我选的这一栋，它是个边套，东边套的话，它就是采光什么各种的，包括我的朝北的地方，它下面也是一个草坪啊，然后树林啊，什么都很空旷。然后往这边走。这里是我的书房，其实这个本来是个卧室，然后把它腾出来做我的一个办公区域，然后把这个书柜做成这种像杂志架的。是的，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我植物角，对，我喜欢养绿植。然后往这边是餐厅的区域，对，它也是一个敞开式的，我把那个厨房也是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，对。哦，所以整个房子都超级通透。对对对，想去看一下。哇，现在你的猫咪好可爱，猫咪才是你家的主人。对。挑逗它一下，哎，它一点儿也不怕我，但也不想理我。你厨房的这个位置也是我当时觉得哇，这一定是一个大别野吧？啊，我把它就是拓宽了，本来这边有个北阳台，然后我也是把阳台包进来了，这样的话整一个厨房的区域就可以变大很多。对，而且一定要有个中岛，这是我梦想中的厨房，然后水槽一定要大。哦，你的水槽真的比一般的大。对，然后它洗漱起来就会很方便。为什么这里还又做了一个水吧台？其实这是我整个屋子的一个设计点吧，因为本身的话它是在外卫的，对，然后我把外卫的那个洗槽，就是洗水池，就是移到了外面，做一个展示性的那么一个水槽，然后刚好跟我这根承重柱，然后做一个衔接，它就比较有特色。我发现你家有很多拱门，因为它这颗柱子就是4个拱。对啊，然后那里有2个、6个，对，那边有1个、7个，然后8个，那边9个，对，9个。因为你的房间其实几乎都是没有门的，因为就是为了更通透、更敞亮。谁都不来的话，什么门都不要。往这边走，这里的话就是我的主卧，然后也是一个落地窗，然后下面是绣球花。哇，对，所以它每个窗景都不一样，就是你1年4季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觉得主卧的话主要就是休息。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卫生间了，对，它整个空间比较大，我把它扩大了。哎，你跟我一样也没做门，我家里的洗手间也是没有门。是的，就喜欢敞亮一点的，然后整一个光就是早上10点钟的时候会最好看，它光会洒进来，然后窗景也很美。你的洗手间很大，因为我发现你的房间其实没有很大，但你留了一个特别大的洗手间。对，我把那个房间以及一个小卧室的空间做了一部分腾出来，然后为了扩大我的一个卫生间的空间，对，为了放下这个浴缸以及做一个双排盆。然后因为没有做门嘛，然后我还是做了一下干湿的分离，然后就把这个地砖也铺了一些出来，然后做了一个随意的波浪线的，然后就像有一种沙滩海浪的感觉。然后往这边走的话，就是一个我的小卧室。这个卧室我主要是储藏的功能，这个地方其实望出去视野也很好。但我这样看就可以看到这一面都是蓝天白云，对，超好看。对，哎，这个梨是我自己做的。你平时做的多吗？你屋里？我喜欢做一些东西。其实很多家里面的一些软装，可能都是我自己 DIY 做的。然后这个画的话，其实我自己画的。哦，平面设计师，你是学过画画是吗？我从小就学画画，幼儿园开始学画画了。这幅画的意义就是说，是我家的3只猫。因为我觉得我的家还需要一点就是亮色的东西，因为我很喜欢红跟绿，对，然后刚好把它融合在一幅画里，然后放在整个就是客厅里面，你会发现整个客厅就亮了很多。对，而且我还发现你很喜欢棋盘格，还有波点小桌子，
也是棋盘格的。对，这个也蛮有意思的，这是一个什么少儿什么兴趣班什么的。哦，原来后来就是进去打听了之后，他说这是一个国际象棋桌。自制的，所以说我去淘宝上有搜同款，搜不到，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能不能售我一张，然后后来就是350块钱拿下了这张，350块钱，我也要去买一张。好多人以为是中古，而且它真的很适合你这个客厅，加上你会有一些中古的椅子，对，这些都是中古椅，包所以括很搭。这2条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它是靠背是拱形的，然后它是藤编椅，后面对应了2个拱门。像这个屏风，它也是一个曲线。哇，我超喜欢你这个屏风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家它要有至少一个亮点是让人记住的。你家让我记住就是这个屏风。这个屏风其实我找了1年，其实在我整一个屋子开始设计的时候，我已经预设把这个屏风放在自己家里了。它是一个法国的中古，它是1940年代的吧？对。哦，因为你看这个屏风跟绿植搭配，我就觉得这个角落的意境就特别的好。然后这个柜子也是中古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自制的，给了它图纸，然后按照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就做出来。那时候是一开始我就定制了很多件的家具。不是说你搬家以后才定的，这是你本来就有，然后搬进来。应该是几年前啊，4、5年前了吧。这个是一个日本艺术家的一个玻璃盘，它是个稀有盘，你举起来可以看它有纹理，好漂亮哦，在光下看特别美，特别好看，稀有盘。这是你在日本买的？是在北京的一家店买的。对，多少钱？ 4位数。他都不敢回答我了。天哪，那我不举了啊！多举一会儿，我弄碎了，我要赔。这台灯也是我自制的啊，就是找工厂，对，这是手工打磨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就是有一个这样葫芦的形状，然后是实木的，然后保留了它天然的这种木头的纹理，就很好看。然后这个灯罩呢，原先配的是一个白胚，就是纯色的。对，棉麻的，然后我手工就是画了一下绿色棋盘格来点缀。对，而且你的整个空间呢，如果你没有这些颜色的点缀，你可能是有一点那种北欧啊，有一点性冷淡，还有点这种侘寂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是你加了这些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有时候喜欢很干净的东西，但是我内心可能有时候就是会很喜欢这种跳跃的东西。对。就是外表，感觉好像很高冷，内心是很逗逼。就像你里面这个红色的柜子，我从刚才走进来就看了很久。对，它就整一个就是比较张扬，然后就是整个红色啊，就特别的鲜亮。其实那时候我是在上海那个卡萨，它放在那个橱窗里面，我就一眼就相中了，我说我一定要得到它，就是一定要放在我自己的家里面。它跟你书房的整个空间其实也是有点呼应的，你家的每一个凳子好像都是不一样的。其实说到这个椅子的话，其实这2条比较有意思，这是我爸爸做的。这是以前做的？以前做的，就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，都是我爸爸手工做的。因为那保存的好好。是的，然后我的周岁照是在这个沙发上拍的。那这个上面的画呢？这个画也好特别，是我的一个毕设。主要是讲一个盲童的，那个时候我去盲人学校跟他们相处了1、2个月，对，然后做了一个毕业的设计，所以这等于其实是你的毕业作品，但是是你跟盲童一起完成的。是的，所有的都是好有意义啊！这东西可以啊。对，这是书籍，手字，这是盲文刻出来的盲童，这童它是瞳孔的瞳，对。你的作品色彩都很好，就你的家也是，就比较能够运用一些色彩吧。对。你知道吗？我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家堪比家居杂志大片，要不我给你拍几张吧？那不行，我得去换个衣服，好，换一个跟你家的，就是这个风格符合的衣服。OK， 好，你可以把人躲在这里，然后你的腿跟手这样的跨出来，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姿势。我自己绷不住。怎么样？我们这个角度可以吗？叶子挡住了。这里吗？那把它拿掉。不要！陆问的作品不准我们动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是挡了？有吗？坐的靠近一点。好，来，好嘞。
看到也有很多评论里说，以为是在国外，对，或者以为在什么上海，对，就其实这个是一种暗含的一种表扬嘛，还有一种成见，就是觉得好像在比较小的城市，大家不会把家打造成这个样子。就是如果说你自身有审美、有能力的话，其实可以自己去打造一个家的，对，但是会比较花费时间、精力各种的，对。我就觉得啊，我好像已经找到了我们整个18线小城市里最好的一套房子，而且还是在市中心。但是我知道你是在杭州待过的，对，杭州也特别的美。你当时为什么？因为做设计平面这块，可能在杭州机会会更多。你是怎么想到要回来的？其实我在杭州就是学习啊，然后工作都有。就是我大学在杭州嘛，然后在杭州的时候有工作了1年半的经历吧，就是换过3到4个工作。可能时机到了，我就是想自己创业，对自己开工作室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很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家，一个房子。但是在杭州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房价蹭的往上涨了。对，1线城市房价太贵了。是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其实可以退一步想想，就是说不一定要就是跻身在那个大城市里面，对，因为现在对于一个自由职业或者说是一个设计师而言，只要你有一台电脑，其实就已经够了，对，所以我就索性回家吧，家里还有家里人照应啊什么的，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好像有种提前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感觉。那你觉得装修这个房子给你带来了什么吗？包括你选择回到就是你的家乡，回到一个小的城市里面，就是这个阶段对你来说其实意味着什么？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，大部分人其实都喜欢在大城市里面，因为机会会更多，然后整一个环境什么的，你能就是吸取的一些信息什么各方面肯定都在大城市比较好，但是对啊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回归现实，或者你换一条思路去想，就是退一步，它未必可能是也是前进的另外一步。然后我是蛮开心的，就是说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。你刚才有讲到，就是在前进的过程中，有时候退一步也是往前走。对，是的。是不是选择回家对你来说就是退后一步？大城市的生活虽然很丰富多彩，但是你偶尔去感受一下就好了，就觉得好浮躁，特别浮躁。然后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也并没有那么的真诚。对，不要把大把的时间花在那种上面，我觉得不值得。所以其实哪怕在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你也是同样可以拥有理想的家、理想的生活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丰富自己。我就是一个就是经常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人。对，其实闲不下来。虽然是我在这种小县城里面很适合养老的地方，对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各种倒腾一些东西啊，研究一些东西啊，或者制作一些东西，或者说我也会时不时的出去一下，结交一下新的朋友。所以其实无论就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就是你的生活过得丰不丰富，其实还是跟自己有关。是的，没错。其实什么东西都阻止不了你。一个人的生活过得精不精彩，并不取决于住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主要取决于自己。即使住在小城市，我照样可以打造理想的家，过上理想的生活。